还是同一个人，还是同样的装扮，但是现在已经比较没有那么热了，比较没有那么冷了，所以我把那个帽子摘掉了，然后耳罩，我想这样讲话，外面的卡车那个东西也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了。反正就是我比较近这样讲，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听得还是够清楚哦。这一期就是第37集嘛，不知不觉，我其实从开这频道到现在来，才一个半月左右吧，讲了37期。虽然点阅率没有很高，但是你看每一期如果都是30-40分钟、45分钟，哇，我真的讲很多了。这个应该是一本书了，而且是那种很闲散，就是说你如果这样很闲散看的话，就会了解到一些基本的知识，从葡萄酒、清酒我答应要讲的 whisky 还有橄榄油那个还没有提，但是我一定会提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要架构在说，特别是 whisky， 你要架构在你要了解葡萄酒之后，你才要帮我去提，包含白兰地也是一样葡萄酒还有甚至啤酒了那这一期要提的是，我们讲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因为前几期我有提到说什么抗冻龄嘛，防老嘛，就是抗氧化什么有的没有的，然后就是在讲葡萄酒的那个颜色的分类，讲到花色素，讲到单宁这种酚类的物质单宁酸酚类的物质，它有抗氧化的功能但是它所谓抗只是减少，并不是说就让你完全不会老没有，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你当然那还要牵到什么自由基什么的，你尽量不要让就是减少自由基，然后就你那个基不是肌肉的基，是那个基础的基就可以让你的生理的机能呢不会老化的这么的快。简单讲就是你的细胞不会，因为细胞的迭代好像只有13还是14代嘛，一个人的一生某个东西的细胞这样，所以你如果能够延长了那个死亡的，就是迭代的速度的话，是不是理论上就是等于是就是让你老化的比较没那么快，对不对？那重点当然就是那抗氧化的物质葡萄酒的话呢，里面好几种我刚前面提了，然后包含后来就这20几年来都有在提的那种什么白葫芦什么醇什么的那个，我连我心脏科医师都在讲的这种东西的，这个我记不起来，反正去查，上网查都会有。可是我们台湾并没有在酿葡萄酒因为有酿葡萄酒，就是我之前有提过，就是可能是那种冷冻那种，在进到台湾来之后，我讲的是葡萄Cabernet 什么的，然后再把它压汁，然后再去酿造，那个味道风味完全是不一样的嘛。其实我有喝过其中一款，就是那个真的是酸酸的，就是其实比较其实是年轻的新鲜的葡萄冷冻就弄过来的，可是它酿出来就喝起来就是那种梅子的味道比较重，然后喝起来比较老态的感觉，反正就不是台湾的东西啦。即便你运过来，之前还有遇到过那种从国外运那个橄榄进到台湾来，然后就标榜所谓冷压橄榄的那个机器也买进来。但压起来那橄榄就是不好吃那而且很明显就氧化过度是新鲜的，但是那个橄榄也是冷冻过，就是冷藏或冷冻过了，那经过船运再过来的，又不是，就是说，就好像我们的荔枝如果要运到日本或者运到哪边去卖，那个颜色一定会变，会变黑，会变什么的，就没那么好吃了嘛。最好吃就是现摘的那种宰蟑螂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这个在葡萄酒方面，当然就是没有办法嘛，因为我们实用性的，我们并不是酿酒用的嘛，那种东西酿酒用是要在温带那个比较能够种了起来嘛。
台湾是算亚热带啊。其实我们连清酒都不容易，因为其实各位可能不知道哦，就是说米，各位知道的是米是可能就是鲜米和这个粳米，鲜米就是所谓的再来米，粳米就是蓬莱米。我们都知道蓬莱米、再来米哦，或是粳稻、鲜稻，鲜就是一颗字旁一个山哈，那个鲜。简单讲就是粳米是比较圆的，比较圆圆的，然后那个鲜米是细细的那种的，就像泰国米嘛，那种就是有点是种在山里面的那种，或者是比较不需要水的旱稻那种类型的那种东西呢，因为它本身里面的那个淀粉是以直链淀粉为主，所以彼此之间的结合是比较紧密的，不是这种支链淀粉那种比较容易去打破或什么的。就是如果一蒸的话，它就变成比较阿法化或软软的或什么的。那种长的那种泰国米啊什么，那个都吃起来就会比较松散就对了啦。那种米呢，里面淀粉不但是直链，而且蛋白质也多，所以蛋白质比较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类似像麦子一样，就是它比较韧，比较不能讲 Q， 比较硬，比较韧哈。它跟糯米又不一样哦，糯米是另外一种粳米的另外一种品种哦，就是那台湾本来早期都是台湾亚热型的气候呢，稻米其实也是属于温带的这种禾本科的植物，谷类的植物，所以理论上呢，不是理论啦，在日本还没有治理台湾之前呢，台湾还是以所谓的再来米为主，原来的那种长长的那种米为主，所以你去查台湾米的历史啊，那个以前的什么帝国大学，就现在台湾大学啊，还有那个什么某某的日本什么帮改良啊什么，对啦，也是改良啊。第二方面也是因为他们自己吃不习惯，他们要吃这种粳米这样的东西嘛，后来才会移到现在阳明山那边气候。为什么要到阳明山？你有没有想过水稻为什么要移到阳明山？阳明山比较冷啊，那个海拔比较高啊，它而且在台湾的北部啊，所以那边去试种，然后终于杂交终于产生了属于比较台湾的品种的粳米的品种，然后才慢慢的先适应气候，然后因为粳米的栽种就是以水稻为主，水稻田为主。那接下来就是你如果要移到南部去种的话，你就要解决水源灌溉的问题，所以才会有八田雨衣啊，有那个我们讲嘉南大圳啊，那种就是嘉南平原那些交错的那些灌溉渠道、河道，不是河道了，灌溉渠道出来。包括宜兰这边也是一样，这边也是很多那种不是水沟，那个是圳哦，就是那种，就是你有那个水，让它会去分布到让每个田都可以吃得到水的。这边的宜兰这边的那个圳呢，其实很干净，很多地方很干净哈，所以常常会有鱼啊，甚至我还有捡过那个黄金蚬哦，很贵的那种黄金蚬，那里面那个河里面就一堆啊。你其实野生的啊，你就抓起来洗回去就可以煮来吃了，因为那个水很多，像圆山或者是像圆山乡或者是像东山乡那边那个水质都很好，都非常好。那进到这个田里面，所以像现在这个季节哈，如果像这种水圳哦、田圳哦这种，它因为没有在耕种嘛，但是那个水还是有在流啊，里面常常会很多鱼有的鱼很大一只而且附近搞不好还有跳出来的那种，因为台风啊或什么状况流出来的那种石斑鱼啊，那种龙虎斑啊，不是石斑鱼的第二个等级那种，也很好吃，那也很好吃。我吃过，因为有邻居有抓到都送我一桶，里面10几只这样，还有这么大的虾子，因为也是养虾场那个跳出来的，
反正这边很多东西的。那最基本的，除了这种养殖的，这流入这个圳里面呢，然后这个圳的水又可以灌溉水田嘛。然后另外就是说，这边这么多水田也是那个冬季的时候那些候鸟各种各样的候鸟、野鸟来这边过冬的地方，所以我是觉得宜兰蛮不错的。对我来讲，有一点像是台南跟台北的混合的那种感觉，就是它有比较新的东西，但是它也有很传统的东西，或者是说它离现代的东西又更近一点，因为特别是雪山是要打通了之后，这20年来呢，就是整个更方便。好，其实听说这一阵子，如果到河口那边或是圳晚上去看呢，可能可以拿个夹子夹，可能可以找到毛蟹，因为现在是毛蟹的季节，毛蟹也是中华绒毛蟹也是大闸蟹的同一个种底下的不同的 variety 分支嘛，亚种嘛。那毛蟹我也吃过，毛蟹的那个膏也是很好吃啊，它其实看起来跟大闸蟹很像啊。然后这附近就长啊，那水都很干净啊，反正。然后河边那边不是河边啦，出海口那边听说还有科类，但是比较小，粘在石头上面那种科类，应该要10颗吧。然后那个小，但是那个科的味道很浓，那 oyster 的味道很浓。听说也是穿好鞋子，那个要那种潮间鞋那种防滑，因为那个石头很尖锐，然后拿工具。那个不是铁铲，那个敲的那种的，拿个桶子去敲。我有答应一个朋友说我要带他去敲这个，因为我也没敲过，我不知道。但是我听说这个实习就有，当然夏天或者什么时期还有别的东西在也都有，只是包含沙滩也是啊。你如果说什么季节这样去挖一挖，会有不一样的蟹类或。不一样的蟹类哦，就长起来不太一样的螃蟹，然后还有各种反正奇奇怪怪的贝类就对了，很多种就对了，就是所以这边我觉得就是乡村生活嘛，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我真的抓到螃蟹的话，就真的就到时候我就拍一段影片展示给大家看。对啊，我应该想办法去找一点乐子，不要录这个节目，这个看的人又没有很多。闲聊罢了我今天要这样讲这个主题呢，12分钟好，我利用10分钟把剩下的讲完。就是从抗氧化到这个水圳这个改良品种，所以嘉南平原开始就可以种稻子了嘛，种粳稻了嘛。从阳明山那边培养的，就是成功的培养试种成功之后，试种日本那个品种成功之后。然后是改良成为台湾的那种适合台湾的状况，然后再从山下搬到山上，搬到山下来，然后山下这个嘉南平原这边再有那个水圳八田雨衣啊什么的，然后这个就把灌溉沟渠给弄好了。那在这种状况底下，这个稻米就可以开始大量的生长，所以这是一个小的历史啊。中间如果有错误的话，我知道有农业系的什么人，你们再来纠正。因为但是基本上8、9不离十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一个状态哈。所以台湾后来也可以有这种稻子，甚至后来我们自己也改良之后，改良成越改良越好，甚至我们还可以回销给就是日本。我的意思是说，1945年以后哈，那现在很多台湾的米的品质也很好啊。可是台湾的米品质很好，早期即便日本人试种成功，那可不可以酿清酒？有，台湾当时也不少清酒，什么株式会社都有。之前的建国啤酒厂，台湾的就是我们这个1945年后的那建国啤酒厂了。其实它的早期在日本也是一家啤酒厂，然后也有在酿清酒的。那名字我忘记了，好像方什么还蓝什么的啤酒厂，然后后来对不对？国民党进来的时候收归国有嘛，对不对？那就变成是建国啤酒厂，你看还取了一个建国这个名字。
有反攻大陆的味道在里面嘛，对不对？到前几年才解严之后才那个嘛，才开放说可以民营嘛，不然以前全部都是公营的盐铁酒专卖，类似像古时候的制度一样嘛。所以小时候那个干妈店那个你要卖酒卖什么都一定要有一个圆圆的那个牌子啊，什么烟酒专卖啊什么的对不对？那利润都高啊。那我讲了半天这个东西，其实你就当做闲扯哦。我是后来有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清酒酿不好，就是说我刚讲那，即便是改良过的粳稻，可是台湾这边的那个蛋白质比例还是比较高，就是说，加上我们的酿造技术呢，我提过，清酒是制造型的酒，所谓制造就是里面有很多诀窍，那种属于职人去要反复磨练的。日本从很早前就开始有酿清酒，从1911年开始就有，甚至有每年的清酒的新酒鉴评这样的比赛了。1911年，那台湾你落后那么多，而且我们的原来的米又是属于那种鲜米，就是就是那种再来米，所以你后期不但你的原料比别人落后，然后它改良之后，可以当然是很好吃啊，但是你要更精致，像日本这样米更大颗，然后新白更那个所谓的非淀粉的成分越少，那台湾目前的这部分如果以酒米来讲，比较没办法跟他们比。也就是说，我们这边呢酿出来的清酒，我个人喝过的几个牌子，我都觉得普通而已。很坦白讲哦，那个不是精米步合的问题而已，不是只有精米步合的问题而已，那牵涉到保存啊，包含这个酿造技术啊，什么都有关系。那如果说我们酿清酒其实这么的困难，或者是说我们技术还没到这个程度哦，好，再题外话一下，我20几年前我们参加这种，我们就有日本清酒这种聚会了嘛，所以我说我葡萄酒清酒是并进的啊，并不是突然才开始来，我一直来都是在比较，再去里面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时候我们参加的这些的朋友很少，非常少，那时候非常少。我这边有一本杂志，当时有介绍过我们这个团体，然后里面还有拍到我，就特别讲说我，反正就是有写我的名字在里面。那本杂志我买，到现在还留在那边。那时候比较年轻应该年轻很多。里面就有一个，他也是听到说我们有在喝清酒，不知道怎么知道的啦。反正就是后来也有来参加。他在做什么？他是一个研究生，他的教授就在研究如何用台湾的米如何来酿制这个清酒。那时候我们老是会亏他，我说你这样喝好，有做记录，那你在等到你们酿出来的时候。研究所至少念两年嘛，那酿出来之后，这个我们再来喝喝看啊，看感觉怎么样。他一直讲好，结果反正到我离开为止，参加了100次啊，100出头那种，1个月1次嘛，然后这个也没有喝到啊。然后后来我记得我也问过他，说酿出来水准还是不行。至于什么原因？我刚刚讲的都可能都是原因的哈。那现在有没有进步？有啊，南投不是有酒厂酿出来了，但是包含宜兰这边也有。但是我总是觉得，先姑且不论说喝起来的感觉怎么样，我单单进入哪一个酒厂我不提自己继续想。台湾好几个一进去闻到一股很浓的，很像喷的味道，喷就是厨余的味道，那种感觉就是发酵状况有一点问题的感觉。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我去日本酒造进去的时候，也会闻到类似的味道，但是人家的味道是属于比较那种，还有果味的、果香味的。特别是你真正进入到发酵室的时候，在酿造一桶一桶啊，那酒味那个不是酒味，是那种有酒味，还那种香气很浓郁啊，真的非常浓郁，不是那种我进到台湾这个我都觉得这是什么场所啊？这感觉好像那种还有一点带一点腐烂的味，发酵那个大地味什么那种。我实在很难想象说这样会好喝到哪里去，所以有些台湾的号称酿清酒或什么的，搞不好到后面还要再稍微蒸馏一下。为什么？你没有蒸馏，有些东西根本就过滤不好，或是那味道就没有就怪怪的，就对了。当然，这个也是我上次进去这样场所，也大概是跟我前任女朋友，我们都分手7年了，所以。也都是7、8年前的记忆了，现在怎么样也不知道哦，可能有改进吧，我不晓得。剩下4分钟给我提哦，因为我要保持在30分钟之内。我最近是有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一直讲过来哦，它是都有关联的。那台湾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酿造呢？因为你酿造，你需要的就是谷类的酿造，你一定需要曲菌去，就是要能够分解，把这个双糖、多糖、双糖这个把它分解成为单糖。那这个需要技术，而且这个技术其实蛮重要的。这就是日本清酒的酿造这种，它有3个很重要的步骤：一曲、2原、3造酿造。然后一曲就那个曲。就是制造这个曲菌，然后用曲菌做成曲，这个就是拿来要并行发酵、复发酵的时候，又要来那个我们讲，就像菜刀上去切断那个双糖、那个淀粉的那种多糖，把它变成这个单糖。那这个东西就很重要啊。那个好像店里面的二厨那种感觉，你一定大厨炒得很快，你二厨要切的也要跟上步骤才可以。那既然如果说这么困难的话，那台湾有没有什么都可以做呢？葡萄酒的话就没有曲菌的问题啊。可是葡萄我刚刚讲了，就是水准也不，我们的是什么大村的葡萄，那些都是吃的嘛，不是酿酒葡萄嘛。那你说我加糖让它更甜去发酵可不可以？可以，可是那个就有点合成的味道在里面了，因为真正发酵正统的发酵。当然，它是以葡萄糖为主，可是过程里面微生物它不是单纯。其实发酵你如果要按照那个方程式去写一个，它是很多流程。我记得至少要经过10次以上的这个流程。虽然最后我们看到简化，就是糖怎么经过水，然后酵母什么就变成2氧化碳加这个香气物质啊，然后再加上这个酒精。可是事实上那个是中间省略了一大段。那这一大段重不重要啊？那这一大段才是里面会有各种中间物的产生，有的会遗留下来的，它就会不是只是单纯的把糖拿来发酵这么简单而已。再加上水果原料本身的气味也很重要，原料本身的一些特殊的这个属于它有的特有的风格的东西啊，比方葡萄，这个它有。为什么有葡萄的味道啊？那这怎么从哪里来啊？什么那些东西，就是你不是只有单纯只是用糖，只是考虑到糖分而已。另外还有酸度，酸度很重要。如果有人问你说台湾的芒果啊，或者是凤梨为什么没办法酿酒？其实就是第一个甜度的部分可能还不足。我讲可能是有的，可能有达到了哈。但是可能还不足，你要量产的话。第二个是甜度要够，酸度也要够。酸度呢会影响到，当然如果酿成功的话，酸度会影响到你口感的那种平衡性。第二个是酸度呢，在酿造的过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就是酵母菌适合在就是
微酸的环境底下，像乳酸这种不是强酸的哦，做微酸的环境底下去，它才能够生长，它能够工作顺利，生长得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酸性底下呢，其他的菌种很难生存，没办法跟酵母菌做竞争，所以一个酒要酿造好，就是我刚刚讲，你除了那些东西，我就不用再复述了。但是酸度也很重要啦，你没有控制好酸度，那个发酵就很容易失败。一失败就会有点像厨余的那种味道出来了。因为其实简单讲，就是有点烂掉那种感觉。你想想看，你把凤梨泡在凤梨汁里面，这样放在那边，半露天的环境，即便你有控制温度，但是它其实就是你买回来的凤梨，你会放在室温底下放着吗？你就算冬天，你搞不好你还是把它放到冰箱。我说如果已经切好的，对不对？因为你怕会坏掉啊，坏掉就有一个发酵的味道啊，那个凤梨就不好吃啦。所以台湾的凤梨也是做不起来。当然是有办法可以克服，但是我有去查一些资料，但是我相信我会去查这个农林试验改良场这些人，他们应该也都会去查。但是好不好做，值不值得做，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不是做得出来做不出来的问题而已，而是你做出来要有人买。你花一堆精神出来做出来的东西，顶多只能是有趣，偶尔喝一点的话，那市场不大，那做这个就没有意义。或是它喝起来就没有葡萄酒好喝。大三性来讲，人家比较觉得像凤梨啤酒那种的感觉，就是就你要喝啤酒，通常你第一个选择不会考虑到这个嘛，对不对？然后你要跟清酒比，又好像又比不过，就是那种困难。但是其实台湾有一个东西呢，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那这个可不可以做呢？答案是什么？甘蔗。那因为时间快没有多少了，我要讲快一点。甘蔗，对于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比较年长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说，一般在台湾的甘蔗有两种嘛，一种叫白甘蔗嘛，一个是那个紫皮的那种紫皮的甘蔗。那一般家里面就是农家里面的种都是那种紫皮的那种，白甘蔗是所谓白甘蔗，并不是颜色是白的，它只是相对于紫的来讲，它是偏绿色的那样子的甘蔗，然后是种在这个就糖厂有很多土地啊，台湾的糖厂很多土地以前也是专卖啊，然后这些地方就是种那种白甘蔗嘛，然后嘉南平原啊，就是在南部那边很多地方都是啊，屏东也有一堆这样的甘蔗田啊。那甘蔗很高，然后这个里面有很多那个田鼠，所以南部人应该也都知道啊。你有那种他们叫山河肉嘛，山上的山，河流的河，山河肉就是田鼠啊。那跟一般老鼠不一样，它比较大只啊，然后号称都是在田里面活动，所以吃那个甘蔗田的一些那个甘蔗啊、蔗渣啊或者什么东西，所以比家鼠要干净，号称啊也比较不会有那种臭味。其实田鼠肉，我一些台南的朋友们，一些南部的朋友们，包括女生哦，他们都吃过，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了，他们吃过，而且也不会不敢吃。那吃起来很像鸡肉哦，他们这样讲。台湾现在还是有人专门在抓这个啊，因为糖厂那个虽然说种那个不种糖，种那个甘蔗的人越来越少，但是还是有部分的这种田地在，所以还是有这种田鼠在嘛。那好像在鹿草吧，在云林啊、彰化那一带，其实还有一些山产店就有在卖，叫山河肉哦，它会叫田鼠嘛，叫山河肉吧，我记得叫山河肉。我自己是很想吃吃看啊，因为我并不会怕这种东西，因为我想大家吃都没事啊，那个应该也，你说担心寄生虫，就像吃那个牛蛙一样嘛，那些
我甚至想说，搞不好那个抓到都可以直接圈养，就是喂一下甘蔗就好了，那种也是就像养鱼一样嘛。如果有大只的那个，你如果掐头去尾把它弄掉之后，那个肉搞不好都还很厚我当然不知道讲吃肉的东西，虽然这也有关系啊，但是其实我要提的就是说，那甘蔗来酿酒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啊，因为它也有糖分嘛。甘蔗可以制糖了，糖分当然不是问题啊。它本身有很多汁，所以那个水分也不是问题啊。它唯一少的是什么？它唯一少的是酸度。那酸度呢，就像日本酒，它那个产生酸度有好几种方法，但是最简单，到后来他们也有这种所谓的速酿园的这样的方法哦。园就是酒母那个一个酉字旁1元2元那个元哈，我讲过那个就是酒母的综合，这是酵母的综合体哦。那种速酿园意思就是说，要让酵母长起来，我刚刚提过，酵母在酸性的环境底下，它才能够安稳的长大。所以这个时候呢，速酿园意思就是我在培养这些酵母的时候，我是倒入一定量的，不是乳酸菌哦，倒入人工做的乳酸，不是盐酸是乳酸哦。那倒进去之后呢，让这个呈现酸性，然后它不但可以让它发酵比较容易成功，而且它也把这个酸度也赋予了这个酒体的一个额外的味道在里面。因为乳酸也是香味嘛，所以有些清酒喝起来有乳酸的味道。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喝起来就有点乳酸的味道，特别是比较传统型的清酒。那甘蔗酿造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加一点乳酸。我在想说，可以加一点乳酸，发酵过程中是不是可以让它很平和的产生这个甘蔗的酿造酒出来？酿造酒，当然我们也可以学中南美的国家，就是单纯的可能比较只是把它酿造出来之后，即便有点味道，我还直接蒸馏，然后蒸馏出高浓度的甘蔗蒸馏酒，那叫什么？那个就是兰姆酒的原型。这时候你再把它丢到那个木桶里面去陈年的话，它就会随着陈年时间，那个颜色慢慢变棕色、黄棕色。所以兰姆酒的原料是甘蔗嘛。那我只是想到说，如果说我们要回到我一开始提到如果你要跟葡萄的相比的话，你少了酸度，那我们就加酸嘛。那葡萄还有一个什么东西？葡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刚刚提到抗氧化的物质，色素、花色素。那当然单宁，其实那种只要那种有一点的花色素，那种带颜色那种东西，通常都也有一些单宁在哈。当然也许不是那么多了，但是我就想说，那可不可以把甘蔗切断？紫色的那种甘蔗，不是白色，不是青色白色那种甘蔗，就是把它切断之后呢，压榨，把汁弄出来之后，把这个皮的部分，皮可能先削掉吧，然后去压榨，然后把皮这个部分呢，我们再把它可能包含甘蔗都先用低温，就是那个巴氏德消菌法，巴氏德加热杀菌法，低温杀菌法去把这个东西都先做处理，包含那个皮，然后呢，这些皮呢，再把它，你可能切得更碎或什么，丢到那个发酵槽里面去酿造，然后利用也是会萃取那个甘蔗皮的那个颜色，然后根据我模拟的结果是这样，可能可以做出带有粉红色的这样子的甘蔗酒。当然中间还要调入一些乳酸甚至你可以加入一些柠檬酸也可以，就是尽量让它呈现酸性，然后增加它的层次感。然后这个甘蔗皮在里面呢，在酿造过程中浸多久，就跟浸葡萄酒浸皮一样，你要萃取看多深的颜色出来，然后最后再等到酿造好的时候，
后面的手续就跟葡萄酒一样，要进行过滤啊，可能用网子啊，很细的网子把一些那个渣滓全部把它去掉嘛。然后呢，可能最好是再去加热一下啦。但是葡萄酒的部分就没有这样做，因为它本身里面抗氧化的东西很多，然后再加上酒精浓度高，其实已经到还有酸度在里面，所以已经那个杂菌已经很难生存了。葡萄酒的部分是这样，那甘蔗的话，怕它毕竟比较复杂一点，所以你可能可以稍微再2次的这个火入就是火入，就加热的杀菌。或者是再筛子更细一点，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呢，它甚至可能还可以稍微有一点保存的就是那个可以拉长它保存的期限，而且可能也会演化，就是会有一点陈年的效果。至于说要不要放橡木桶，我就没想那么多了，我的模拟只有到这里为止而已。然后这样种甘蔗可能会有比较浓的草本的那种味道，就是粉红酒跟白酒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但是不是葡萄去做出来的。那这种酒呢，因为它也不会像甘蔗汁一样，因为它毕竟大部分糖就拿来就变成酒精了嘛。所以可能会有点类似Bracado 这种葡萄，那意大利的北部北部那个地方有一个叫 Bracado，BRA CHA 还是 CATTO Bracado 这种葡萄，它是红葡萄然后但它酿造的时候出来的味道呢，它有点像是 Moscato 的红葡萄的版本。这个以前我们那个团体，海岸这个团体很多朋友喝过那台湾进这个厂商并不多，因为这种葡萄是属于欢乐型的葡萄。那 Bracado 这种的葡萄呢，就是看起来是那种有一点粉红色的那样的酒，或是颜色再深一点点。鲜艳的红色的那种感觉的甜酒，而且也是有气泡的。简单讲，就是带有红色、粉红色的 Moscato 的那种版本的酒一样，它连那个气味都有点像。然后我模拟的就是甘蔗用紫皮的甘蔗做出来，可能就会有类似的效果。当然，它就有一点介于这个。酿就是葡萄酒这种纯的酿造酒到清酒这种制造出来的酒的中间的这种型的酒，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嘛，因为有理有据嘛，都把会影响到的因子从葡萄酒到清酒这边把它结合起来去创造，去试试看嘛，搞不好会创造出一些属于台湾特有的款式的新的农产加工品啊，对不对？这是我的想法然后我实在没有，其实我常常会有很多点子就是当然这点子不是胡思乱想，而是还是要从这种科学原理去出发去思考。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什么心力去做这样的事情，有时候觉得很累很疲倦。我有点想要明天后天去礼拜2、礼拜3去可能去梨山去，因为听说会变得比较冷嘛，去找个民宿住啊，然后在那边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就是我比较喜欢那种比较高山的天气，我更喜欢，我喜欢冷，我不喜欢热。然后这时候去那边也不会有什么蛇啊什么那些东西的。我有点想开车去，只是我今天早上查地图开过去当然我本来就知道很远啦，但是我查了我心中想要住的那个民宿跟那个一查到我这边距离，就是我到那边的距离，
开车大概要2个小时40几分钟，其实大概就是3个小时，因为中间要休息嘛。10几年前我就会说开就开了，现在我就会觉得好像开到那边就晚上了，然后或者除了我明天一大早就开，不晓得再说吧。那我今天录了已经第2集了，36集了哈。甘蔗酒的故事哈，田鼠。好，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真的至少先按赞、订阅吧，好不好？拜托一下。然后我现在讲就有点太慢了，因为如果你能够看到这里的话，你自然而然可能就会做了。但是我看很多人都是只有看前面一点点而已。我真的要找一个美女来合作才可以。好，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拜拜。甘蔗酒配田鼠肉，拜拜。